一点事。姐姐，这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躲在这里，像条死狗一样？沈云柔，你不得好死！是你陷害我通敌，是你害了江南侯府满门！我的好姐姐，你还真天真。通敌不过是太子除掉你外祖家随便找的借口罢了。你说什么？太子？实话告诉你吧，当年破庙里，虽然是你救治了昏迷的萧成，可他一直以为救他的人是我。还有你那个残废夫君九王爷，若不是你在第2次北境出征前偷出布防图，北境军剩余主力不会全军覆没，他也不会被诬陷通敌，最后被五马分尸。真是个痴情种呢！萧成、沈云柔，你们这对狗男女，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苍天在上，我沈宁在此立誓，若有来生，我绝不信太子犯死，绝不负萧玄金，要让欺我、辱我、害我之人血债血偿。我没死，我这是重生回到了替沈云柔嫁给九王爷的前一天。姐姐，你醒了，都是妹妹不好，若不是妹妹福报，也不会要姐姐替我嫁给那个残暴的九王爷。哭什么？既然妹妹把这天大的福气让给了我，这门亲我替你嫁，只盼妹妹日后千万别后悔今日的决定。姐姐，你说真的？你真的愿意替我嫁？怎么，妹妹不相信？这不是你求我的吗？妹妹自然是高兴的。姐姐大恩大德，妹妹没齿难忘。既然求我替你跳火坑，还不跪下好好谢我？你让我跪？我母亲是相府正室，我才是嫡次女。何况太子早已许我做太子妃。你出生时，你亲娘秦氏不过是父亲身边的妾室，后来她被扶为继室，也改不了你庶出的身世。在我这个原配嫡长女面前，你也配自称嫡女？跪下！谢姐姐成全。宁儿，这是做什么？你妹妹好心来看你，你怎么能让她下跪？宁儿，母亲知你委屈，可云柔突发恶疾，陛下已准了由你代嫁的折子。九王爷虽有残疾，但好歹是正妃之位。事已至此，快看看母亲给你备的嫁衣。前世我就是穿着这件嫁衣，一步步走进了你们精心编织的死局。这一次，我让它变成你们的催命符。母亲费心了。母亲放心，我定会风光出嫁，绝不给相府丢脸。沈宁，你干什么？你弄疼我了！宁儿，你这是发什么疯？快松手！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你也配它？母亲，你看姐姐，她都要出嫁了还欺负我。沈宁，你太放肆了！不过是个镯子，你妹妹喜欢，借她戴戴怎么了？你如今都要做王妃了，怎么还这般小家子气？小家子气，母亲莫不是忘了，这相府里的一草一木，大半都是我娘当年的陪嫁。我娘的东西，轮不到一个庶出的女儿来带。想要好东西，让你的太子殿下去给你挣啊！你这个逆女，好的很，我倒要看看你当了九王府还能不能这么嚣张！娘，
您看着吧，女儿这一世绝不再任人欺凌。大小姐，吉时快到了，该上轿了。萧玄静，这一世换我护你。宁儿啊，加入王府后要恪守妇道，相夫教子，切不可再使小性子，丢了我相府的脸面。女儿谨记父亲教诲。姐姐今日出嫁，妹妹实在舍不得。姐姐此去九王府，山高水长，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妹妹会日夜为姐姐祈福的。妹妹这话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去什么龙潭虎穴呢。九王府就在京城，离相府不过2条街，怎么就山高水长了？再说了，这门亲事本是妹妹，妹妹既嫌弃九王爷身有残疾，怕过去了受苦，又舍不得东宫的富贵福粮，这才求着我替嫁。如今我成全了妹妹，妹妹怎么反倒哭上了？当着李嬷嬷的面，妹妹这般作态，是想让太子殿下知道你不愿嫁给他吗？姐姐，你胡说什么？我没有！混账！大喜的日子，你胡言乱语什么？快把盖头盖上，滚出去！是父亲。女儿这就滚。上轿前，我要清点嫁妆。管家，麻烦你当着大伙的面把我的嫁妆抬出来，我要一项一项核对。沈宁，你又要干什么？吉时都要误了。是啊，宁儿，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嫁妆还能少了你的不成？快上轿吧！母亲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娘当年留下的嫁妆有128台，怎么到了母亲这儿就只剩下64台了？城南的3个铺子，郊外的2个庄子，还有那5000两压箱底的银票，怎么都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爷，这些年府里开销大，妾身也是没办法，才挪用了一些。既然是挪用，那就请母亲今日之内补齐，否则我就带着这份嫁妆摊子去京兆尹衙门告状，让全京城的人都来评评理。去，从库房里把东西补齐，立刻，马上！快，都搬出来，别耽误吉时。既然嫁妆分文不少，女儿就安心出嫁了。只是父亲母亲莫忘了，等3朝回门时，你们赢的可就是正一品的九王妃了。到时候规矩可千万别乱。起轿！务必取得九王爷书王密阁内的边防图，事成之后，许你侧妃之位。侧妃，拿我全家的命换你一个施舍的侧妃之位，萧成，你还真是大方的令人作呕。新娘子下轿。大婚见白，这是在警告我，进了这扇门就是死路一条吗？可惜，我本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萧玄静，你的局我入了。新娘子到，吉时已到，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你怎么知道会有剑？谁派你来的？王爷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
若我真是刺客，方才只需站着不动，王爷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相府倒是送了个不怕死的过来。来人，把新王妃请进新房，没有本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是。你在干什么？说，你在乡里动了什么手脚？太子派你来，就是为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王爷错了，我不是在动手脚，我是在救你。这乡里被人加了醉生梦死，专克王爷体内的寒毒。救本王，沈家的人会这么好心？我若要害你，刚才在大堂之上就不会故意撞开轮椅，替王爷化解那支暗箭。王爷若死了，我也活不成。我想让王爷活。给本王一个信你的理由。这是太子殿下事先藏在我轿里的密令，他让我窃取王爷书房内的边防图，这就是我的投名状。出卖旧主，你倒是做得干脆。沈相若是知道他教出这么个好女儿，怕是要气得吐血。良禽择木而栖，太子并非明主，沈家也从未将我当作亲人。我只想活下去，而王爷是目前唯一能让我活下去的人。凭你也想跟本王谈条件，本王凭什么信你不是太子演的苦肉计？就凭王爷现在体内寒毒翻涌，半个时辰内必会发作。王爷方才在大堂动了真气，又闻了那毒香，此刻是不是觉得膝盖处如针扎般刺痛？寒气顺着经脉上涌，丹田处却有一股邪火在烧。得罪了。这是药浴的方子，让人按方抓药，每日泡足1个时辰，可暂缓寒毒发作。这个传闻中懦弱无能的沈家大小姐，究竟藏着多少秘密？昨日喜堂有人放暗箭刺杀王爷，本王妃初来乍到，眼里揉不得沙子。管家何在？老奴在，王妃恕罪，是老奴防范不周，让刺客钻了空子。防范不周？我看你是里应外合吧。王妃冤枉啊！老奴在王府伺候多年，对王爷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忠心？那你告诉我，昨日刺客是从西角门混进王府的，西角门的锁几日前就坏了，报销的单子就在你手里，为什么一直不修？还有，昨日值守西门的2个侍卫，为什么偏偏在拜堂前被你调去后厨帮忙搬柴火？这都是巧合。锁匠这2日病了，后厨实在忙不过来。还敢狡辩！前几日我便查到，你早已被东宫收买，你那豪赌的儿子欠下的5000两赌债，不就是太子帮你还的吗？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老奴是一时糊涂。拖下去，杖毙。今日只是个教训，往后谁若再敢吃里扒外，这就是下场。连本王府里管家的底细你都一清二楚，沈宁，你知道的太多了。通常这样的人都活不长。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活不长吗？王爷若是忌惮我，大可现在就动手。若是不杀我，这九王府的刀以后就得借我杀人了。
哟，大小姐回来了，老爷和夫人在正厅等着呢，赶紧的吧，别让长辈久等了。这侧门都给您开好了，快点儿，别误了吉时。把马车横过来，堵住大门。是。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相府大门，是你们能堵的吗？大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想回门啦？本王妃乃圣上亲封的九王正妃，代表的是皇家颜面。回门之日，相府不开中门相迎也就罢了，竟让我堂堂王妃走下人走的角门，这就是沈相的规矩？还是说沈相根本没把皇家放在眼里？哎呦，这沈相府也太不懂规矩了！好歹已是王妃，怎么能让走角门呢？就是，这不是故意羞辱人吗？听说那季氏对原配生的女儿一直不好。混账！这个逆女竟敢在门口撒泼，丢尽了我相府的脸！老爷息怒，宁儿许是在王府受了气，回来撒撒性子。要不咱们就开中门吧，外面那么多人看着，传出去不好听啊。开中门，让他进来！好戏开场了。妹妹头上这只凤钗，看着好生眼熟。姐姐看错了吧？这不过是母亲前几日赏我的新首饰。新首饰？这凤钗乃是前朝宫廷御赐之物，凤凰口中衔的那颗东珠，夜里能发微光。我娘生前最是珍爱，临终前亲手交到我手里。怎么，母亲赏你的新首饰，竟和我娘的遗物一模一样？哎呀，宁儿，你看你怎么又使性子了？这凤钗是你妹妹看着喜欢，借去戴2天罢了。云柔，还不快摘下来还给你姐姐？母亲，我既然是借，现在正主来讨了，妹妹还不还？莫非是想据为己有？沈宁，你太放肆了！沈相，本王的王妃损毁自己母亲的遗物，何错之有？倒是相府的规矩，本王今日算是见识了。庶女竟敢公安侵占嫡姐王母的遗物，若是传出去，沈相教女无方这顶帽子怕是摘不掉了。九王爷教训的是老臣疏于管教了。既然相府的规矩如此不堪，那回门宴不吃也罢。王爷，我们走。一只凤钗就让你这般失魂落魄，这可不像刚才在相府大杀四方的九王妃。这是药方，怎么藏得这么深？生南星、川乌、雪上一枝毫，这些药若单用并无大碍，可若长期混合熬煮，便会让人慢性中毒，症状与寻常风寒毫无二处。这是当年母亲病重时的脉案，原来母亲根本不是病死，是被人下毒害死的。你认得这上面的东西？王爷，相府欠我的不只是嫁妆，还有一条人命。我要把害我娘的人一个个送下地狱。既然进了九王府的门，你的仇就是本王的局，放手去做。只要你这把刀足够锋利，本王保你百无禁忌。拿着这方子去查，把当年相府里经手过我母亲饮食安胎药的人，以及后来清点处置过我娘遗物的婆子丫鬟，全都给我挖出来。哪怕已经发卖出府，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是，属下遵命。王妃，若是查到可疑之人，可要直接拿人审问。不，打草会惊蛇，尤其不要惊动相府那个毒妇秦氏。是。顺着这条线
把当年给我娘诊脉的太医也查清楚，一丝一毫的线索都不许漏。是。母亲旧案的第一张网，我要亲自收集。父皇说你嫌弃皇子，德行有亏，直接驳回了你正妃的请封。如今，孤最多只能给你个侧妃的名分。殿下，都是沈宁那个贱人害我。不过是个名分，只要你救命恩人的身份还在，来日方长。传姑的口谕，今晚东宫设宴，派人去九王府，把姑那个好九弟和他的新王妃请过来。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王爷、王妃，东宫派人传话，今晚设宴，请二位务必赏光。成婚才几日，太子就坐不住了。王妃，这场鸿门宴你敢不敢赴？有何不敢？沈云柔刚被降为侧妃，心里正憋着火呢。今晚这出戏定然精彩的很。王爷，我们同去。九弟、九弟妹，今日这场家宴可还满意否？皇兄破费了。殿下，今日良辰美景，光有歌舞未免乏味。妾身听说姐姐在闺中时琴艺一绝，不如请姐姐弹奏一曲，为大家助兴，如何？哦，孤倒不知九弟妹还有这般才艺，那便劳烦弟妹抚琴一曲吧。既然殿下想听，我便献丑了。这曲子不登大雅之堂，却曾伴人度过生死劫数。殿下，请听好。这首北境民谣，当年京郊破庙，孤昏迷前，分明听到救命恩人哼唱过。如果这曲子是沈宁弹的，那当年救孤的人，难道根本不是云柔？当年破庙里那个替我包扎伤口，哼着这首曲子让我保持清醒的倔强少女，沈宁，原来一直都是你。弟妹这首曲子甚是特别，不知是从何处学来的。皇兄，内子不胜酒礼，身子不适，恐怕不能再陪皇兄饮宴了，告辞。推本王回府。你今晚在东宫故意弹奏那首曲子，就是为了让太子起疑？沈云柔冒领了我的救命之恩，才换来今日的富贵。我不过是给太子心里埋下一根刺，只要这根刺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再无信任可言。九王放心，沈宁既入了王府，便会守王府的规矩。那你究竟是谁的恩人？太子，还是本王？我是王爷并肩作战的盟友，单凭一首曲子还不足以将沈云柔彻底锤死。明日我会在府里抛个诱饵出去，借太子之手亲自撕下他那张虚假的面具。你想怎么玩，本王奉陪到底。红玉，你可曾见到我那个旧荷包？就是绣着两只鸳鸯的那个。奴婢没见过。王妃可是丢了什么要紧东西？那荷包里装着我当年在城外破庙得到的一块玉佩，是我救他性命的人留下的信物。我曾一直以为他就是太子，若是丢了，当年的事便再也说不清了。罢了，或许是落在相府旧院子里了。你快派人回去找找，千万别声张。是，奴婢这就去。
你确定这就是沈宁说的那个？千真万确，奴婢亲耳听到大小姐说那是破庙里救命贵人留下的信物，她还不确定那个人就是太子殿下。真是天助我也！沈宁那个蠢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当年救太子的肯定就是他。这块玉佩就是太子当年留下的信物。昨日东宫宴席上，太子分明因为那首破曲子对我起了疑心。如今有了这块玉佩，我看沈宁那个家人还拿什么跟我争？红玉，立刻替我梳妆更衣，我要即刻去见殿下。恭喜侧妃娘娘，娘娘拿着这铁证去见殿下，殿下必定深信不疑。这东宫的恩宠，还有那正妃之位，迟早还是您的。启禀王妃，红玉已经拿到东西，去找沈侧妃了。可要属下半路将人截下，除掉这个吃里扒外的眼线。不必，留着他，拔了这根钉子，秦氏还会安插新的。可是王妃，那玉佩一旦落入沈侧妃手中，她若拿着去太子面前邀宠，那块玉佩确实来自当年城外的破庙，但根本不是太子的，那是当年替太子引开追兵，附上折返的黑衣少年留下的信物。那半块玉佩的主人正是你们家王爷，我不过是照着记忆，从秦氏藏匿旧物的暗柜里把它翻出来，提前埋在旧院的杂草里，专等红玉去挖罢。拿着九王爷的贴身玉佩，去太子面前冒充太子的救命恩人，蠢货！那不是通往富贵的敲门砖，那是送他去死的催命符。殿下，妾身冤枉啊！当年在破庙救下殿下的确实是妾身，这块玉佩就是殿下当年留给妾身的信物，妾身一直贴身收藏，不敢示人。既是信物，为何之前从未见你拿出来过？妾身是怕姐姐嫉妒，姐姐一直说当年救殿下的是她。你说当年你救姑时，姑身上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时隔多年，妾身有些记不清了，好像是深色的。姑当年为了微服出巡，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书生长袍。殿下恕罪，妾身当时太害怕了，真的记不清了。这帕子也是当年的？是妾身当年用来给殿下包扎伤口的。沈云柔，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这种假货来欺骗姑！殿下，帕子或许是时日太久，妾身记错了，但这玉佩绝对做不了假呀！这上面明明有皇家内造的图腾，若非殿下当年亲手相赠，妾身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怎么会有？皇家图腾，你给姑睁大狗眼看清楚！这玉佩背面刻着的苍狼暗纹，是老九在北境军中的专属图腾，这是萧玄剑的贴身之物。姑就说老九那个残废怎么会突然转性，愿意替姑咽下这口恶气，娶相府的女儿。原来你们早有所为，你拿萧玄镜的信物跑到姑面前邀宠，是把姑当猴耍吗？来人，把这贱妇给姑扒了侧妃服饰，拖回西陵院死死封住。没有姑的命令，谁也不准给她送一口水一口饭。殿下，妾身真的是被算计的。殿下，启禀王爷，属下查探了当年京郊破庙附近的村民，据老猎户回忆，那一晚有2名少年和1名女子在附近出现，一名少年昏迷在庙中，另一名黑衣少年引开追兵后负伤折返。那女子身形瘦弱，却剑法了得，曾射杀2名追兵，还替黑衣少年包扎过伤口。剑法了得，是。继续查，本王要当年所有的细节。是。不过是个玉佩的误会，太子何必动这么大气？云柔好歹是相府千金，今日御花园赏花宴，
本宫已下发懿旨，让他协理。太子难道要抗本宫的旨意？儿臣不敢。既然母后要用他，儿臣放人便是。多谢皇后娘娘救命之恩。把眼泪擦干，好好梳妆打扮。今日这赏花宴，可是本宫专门为那个风头正盛的九王妃设的局。你若再把差事办砸了，这东宫就真的没你的位置了。娘娘放心，今日臣妾定要让沈宁身败名裂。九王妃今日怎么这般安静？不如去湖边走走，那边的荷花开得正好。是，母后。这点下三滥的后宅手段，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啊！发生了何事？殿下，是姐姐把宫女推下去的。妹妹眼神不好，就去找太医看看。众目睽睽之下，到底是谁推的谁？九王妃受惊了，属下扶您去休息。九弟，你的腿！鬼啊！谁敢动本王的王妃，本王要整个东宫陪葬！你早就知道湖边有计，你故意以身犯险，就是为了逼本王出手。王爷若是不出手，我也能自保。但我赌王爷舍不得我死，事实证明，我赌赢了。你在利用本王？我们在互相利用，不是吗？王爷今日暴露实力，震慑了太子和皇后，对我而言是保护，对王爷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宣战？这是太子在城南饲养死士的据点，还有户部尚书李大人手里有太子挪用军饷的账本。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还有我母亲的死，暗卫已经查到，当年经手安胎药的人并未全部死绝。我要顺着这张毒方，把秦氏背后的人也挖出来。好，从今往后，你想查谁，本王给人；你想杀谁，本王地刀。启禀王爷王妃，宫里传来消息，太子买通了御史台，准备让皇后趁陛下病中代传假口谕，今晚突袭镇南侯府。只要搜出他们预先埋下的军械，明日早朝御史便会坐实侯府谋反。终于动手了。你打算如何？需要本王派人转移侯府的东西吗？不用转移。既然太子想搜出点什么，那我们不妨成全他。小声不是废话。这一招借力打力，倒是使得精妙。本王这就安排人去做。奉皇后娘娘代传的圣人口谕，镇南侯府私藏逆产，意图谋反，所有人听令，给我搜，挖地3尺也要把罪证找出来。兵统领，前院后宅库房全都搜遍了，连块生铁都没见到，更别说大批军械了。怎么可能没有？情报明明说侯府私藏了大批军械。统领大人，
深夜带兵围攻朝廷一品君侯府邸，若是搜不出东西，这罪名你担得起吗？统领大人似乎漏了一处，我看这后花园假山旁边土色翻新，不如去那里挖挖看。还在愣着干什么？给本统领带人去假山挖，掘地3尺要找出来。找到了，果然藏有违禁品。啊！人赃并获，镇南侯，你还有什么话说？慢着，诸位大人且看清楚，这刀上刻的是什么？这不是东宫亲卫独有的标记吗？怎么，太子的兵器跑来我外母家的后花园埋着了？好大的胆子！皇后竟敢假传朕的口谕，调动禁军去围抄一品君侯的府邸。那箱子里装的还是东宫亲卫的军械，太子是想造反吗？陛下明鉴，太子绝无谋逆之心。是这个奴才，是他假传圣谕，又偷拿了东宫的兵器去陷害镇南侯啊！是奴才鬼迷心窍，奴才该死。一个奴才，好得很！来人，收回禁军兵权，将这狗奴才拖出去乱棍打死！传朕旨意，即日起封锁东宫，严加监视。没有朕的旨意，太子不得踏出东宫半步。殿下息怒，皇后娘娘推出了太监顶罪，党羽们也联名求情。陛下虽怒，但也暂保了殿下的储君之位。只是如今东宫被禁军严密监视，孤的命门竟被一个残废和相府妻女捏在手里。沈宁、萧玄进，孤定要将你们碎剐万段！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必须想办法复仇。侧妃，奴婢听说母凭子贵，若是您有了身孕，可是太子这2个月根本没碰我，我哪来的身孕？假的也可以变成真的，只要买通太医。刘太医，只要你帮我这个忙，事成之后，太子殿下少不了你的好处。侧妃放心，微臣有一祖传秘方，服用后脉象华丽，与喜脉无异，定能瞒天过海。微臣恭喜皇后娘娘。微臣今日去为沈侧妃请脉，发现侧妃脉象圆滑，如盘走珠，已是有2月有余的喜脉呀！娘娘，这天大的喜事，可要统传6宫？自然要传，不仅要传，本宫还要大办。传令下去，立刻筹备盛大宫宴，广邀京中皇亲国戚。本宫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云柔肚子里怀着的是东宫最贵重的护身符。本宫倒要看看谁还敢动。姐姐，如今我有了殿下的骨肉，你也要抓紧了。九王爷身子刚好，想必也是盼着子嗣的。妹妹这胎相倒是稳固，只是姐姐记得，妹妹前些日子为了向太子邀功，不是说当年在破庙受了惊吓，落下病根了吗？怎么这么快就调理好了？多亏了刘太医医术高明，替我调理好了身子。是吗？我怎么听说妹妹前几日还在四处寻那能让女子假孕争宠的虎狼之药呢？放肆！九王妃，你竟敢污蔑皇嗣！来人，掌嘴！我的肚子，母后，姐姐她要害我们的孩子，好痛啊！快传刘太医！启禀皇后娘娘，沈侧妃这是动了胎气，需要静养，万不可再受刺激了。慢着，事关皇嗣安危，怎能只听一人之言？既然太医院的各位圣手都在，不如大家一起为侧妃会诊，也好让母后安心，让大家放心。王妃言之有理，皇兄的第一个孩子，马虎不得。到底如何？你们倒是说话呀！
娘娘恕罪，微臣实在诊不出喜脉呀。侧妃这脉象华丽浮躁，分明是服用药物催出来的假孕之象。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欺瞒本宫！母后饶命！母后饶命啊！妾身也是一时糊涂，太想为殿下生个孩子了。混账东西！把这个贱人拖下去，禁足东宫，听候发落。那个刘太医，乱蹦打死！我说过你会遭报应，这才刚刚开始。启禀王爷，属下查到了，5年前的寒川之战，负责押运粮草的副将何言，并没有死，而是被太子秘密关押在刑部死牢最底层。何言没有正式预期，刑部尚书又是太子的人，若向陛下上奏索人，消息还没送到御前，何言就会先被灭口。只是这条消息来得过于顺利，属下怀疑太子也可能在借何言摄取。何言只要找到他，就能证明寒川之战粮草延误是太子故意为之。那一战，本王麾下3万将士因断粮伤亡，本王也中了寒毒，伤了双腿。这笔血债终于有证人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今晚就行动。死牢守备森严，太危险了，本王自己去。你总是一个人冲在最危险的地方，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要陪你一起，多一个人多一份照应。我的身手王爷是知道的。好，一切听我指挥，不可逞强。何副将，九王爷，真的是您！属下以为这辈子都要死在这里了。本王带你出去，当年的账该算了。果然是陷阱。抓紧我！当我者死！开！灵儿，你先带他出去。要走一起走。宁儿，你们都该死！别睡，宁儿，别睡，我带你回家。为什么伤还不退？血止住了吗？回王爷，箭头上有毒，虽然解了毒，但伤口太深，引发了高热。今晚若是能退烧就没事了，若是退不了，治不好他，本王要你们所有人陪葬。不要去刑场，是我害了你。刑场，害死我！对不起。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沈宁，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王爷，都听到了。听到了。刑场，害死我。宁儿，给我一个解释。对不起，小萱姐，对不起，我还是沈宁，只是我已经死过一次，又带着前世的记忆回到了现在。上一世，我蠢钝如猪，被沈云柔和太子欺骗，提嫁给你后，成了他们的内应。寒川救案之后，你重新整顿了北境军，可我又在第2次北境出征前偷走你的布防图，害得剩余主力落入埋伏，害得你被诬陷通敌叛国，最后
被处以极刑，死在刑场上。后来我才知道真相，被他们关在冷宫折磨致死。临死前我发誓，若有来生，定要护你周全，让他们血债血偿。再睁眼，我就回到了替嫁前夜。王爷，你不恨我吗？听你说起那段前世时，我确实恨过那个背叛我的王妃。对不起，但那是前世，这一世是你替我挡了剑，是你陪我闯死牢，是你一直在护着我，申宁，我只认现在的你。前世太苦，都过去了，这一世换本王求你，别走，我们要好好活着，一起看他们遭报应。好，我不走，我们一起。禀王妃，这两人察觉风声不对，正欲乔装出城，被属下在城门死角截获。从他们包袱里搜出了当年秦氏给的封口费银票、太医院的旧档，以及秦氏的私账副本。证据确凿，带上他们，备车去相府。今日我要让秦氏那毒妇在母亲灵前血债血偿。点击王府精锐，本王陪王妃一起去收网。你女，你带这么多人围住灵堂做什么？惊扰了你母亲的亡灵，你担待得起吗？父亲错了，今日女儿回来，正是为了让母亲的亡灵得以安息。带上来。是。继母不认识他们了吗？当年就是他们，在你质疑下，在我母亲的安胎药里下了慢性毒药，导致她血崩而亡。你血口喷人！老爷，他疯了，他在污蔑我！毒方上的宫廷暗记、太医院领药记录，你的私账与这二人的供词严丝合缝，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这里面还有你勾结外人转移沈家财产的铁证。父亲，您还要护着这个毒妇吗？贱妇，你竟敢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老爷，我没有，我是冤枉的。来人，拿笔墨来！今日我便休了这个毒妇，送交官府查办。沈宁，你以为你赢了吗？那毒药不是我要下的，是皇后娘娘给我，让我毒死你娘的。真正害死娘的是皇后。皇后为什么要杀我娘？她从我娘手里拿走了什么？是一个紫檀蜜匣。你娘无意中截获了东宫与北漠往来的书信，把他们锁进前朝机关匣。皇后要我下毒，再把蜜匣送进凤仪宫。匣中不只有罪证，还有东宫经营多年的北漠联络名册和藏匿君子的暗账。皇后没有钥匙，只能一直藏着它。要是被你娘一分为二，一半藏在白玉镯的暗槽里，另一半当年被我找到，我怕皇后杀人灭口，便偷偷留下，后来交给云柔保命。她入东宫时，把半枚钥匙也带走了。终于招了，皇后，下一个就是你了。毒害命妇，暗通北漠。朕的好皇后，朕的好太子，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想谋朝篡位吗？父皇息怒，如今所有铁证皆指向凤仪宫里的那只紫檀蜜匣，若不立刻搜宫，儿臣只怕太子狗急跳墙，举兵反扑。这金令赐你，即刻去给朕查封凤仪宫。还有这枚秦王虎符，你拿着，命镇南侯府军随时待命。太子若敢有半点异动，格杀勿论。儿臣遵旨。王爷留步，皇后为人阴险狡诈，那紫檀蜜匣更是她的命根子。若是大军直接冲进去，她狗急跳墙，出动毁坏机关，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凤仪宫里必有他饲养的死士，
你一个人进去是在拿命做饵。王爷放心，他现在还以为我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扇子，等他露出狐狸尾巴，王爷再带人破门，咱们来个瓮中捉鳖。他一旦动手，立刻出声。若是让他伤了你分毫，本王定要整个凤仪宫给你陪葬。九王妃今日好大的火气，竟敢擅闯本宫的凤仪宫。臣妾奉陛下密旨查办旧案，今日来只为讨回一样东西。我母亲留下的紫檀蜜夹，应该在娘娘奉坐后的暗格里吧？本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沈宁，你母亲是个短命鬼，看来你也要步她后尘了。你知道的太多了。来人，九王妃对本宫不敬，意图行刺，给本宫拿下，格杀勿论。谁敢动本王的王妃？萧玄剑，你竟敢带兵擅闯凤仪宫，你想造反吗？儿臣奉父皇密旨查案，皇后娘娘抗旨杀人，饲养死士，究竟是谁想造反？我的匣子，拦住他！禁军听令，拿下所有死士，封锁凤仪宫。穷寇莫追，密道内必有连环机关，不可贸然进去送死。传本王号令，御前禁军即刻分兵，一路去御书房护驾，一路死守各处宫门，剩下的随本王去封锁东宫。禀王爷，禁军内部有太子党羽接应，前往东宫传令的兄弟被暗算，太子正在集结私兵。太子这是要狗急跳墙，直接逼宫了。秦卫听令，留下死护住王妃和蜜香。是。副将，带上剩下的人，随本王去前朝布防迎敌。打不开，果然需要2枚半药合一，缺一不可。只要赶在太子发兵前拿到通敌铁证，就能将他彻底定罪。剩下那一半钥匙在沈云柔手里，带上人随我杀进东宫西林院。今日就算把沈云离的骨头拆了，是，也要把那半把钥匙给我抠出来。母后，凤仪宫出事了。皇上把齐国虎符给了萧玄锦，那残废带着禁军查抄了凤仪宫，沈宁那个贱人还抢走了紫檀蜜匣，皇上这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原定3日后的计划绝不能等了，再迟一步，我们母子全得死！既然父皇不念父子之情，故今日就踏平大内，自己去拿这江山。来人，传令全军即刻逼宫！等等，大军开拔前，先带几个得力的人去西陵院，把沈云柔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给本宫绞死，绝不能留活口。太子要反了，皇后要杀我祭旗。红玉，现在能保我的只有沈宁了，他费尽心机摄取，一定需要这个。快！从后院的狗洞钻出去！只要你把这半把钥匙交给九王妃，告诉她，保我一条贱命。九王妃，这是秦夫人当年交给我家主子的保命之物。主子说，只要您能救她出宫，她愿意只争皇后。告诉她，我不收死人做牛马，想活命就看她自己的造化。果然是太子勾结北漠，出卖边防的往来密信。这匣子里还有北漠使者的名册与收受军资的暗账。是太子的逼宫信号。
皇后把密降被夺的消息送过去了，他们把原定3日后的计划提前了。太子有令，清君侧，诛奸孽！人称谏言，擅出者死。王爷怎么回府了？前朝御敌的令君呢？太子早有预谋，禁军副统领早已是他的人。密匣打开了，通敌暗账与密信全在里面，铁证如山。太子的死局已经定死。父皇给的秦王虎符已经由暗卫送出城，交至镇南侯手下。800府兵随本王先去夺回朱雀门。太子狗急跳墙，今夜京城必是一场血战。灵儿，你带着密匣留在府里，等我消息。不，前世我不曾陪你上战场，这一世我绝不退缩。证据在此，我要亲手将他们钉死在耻辱上。好，那就随本王杀进皇宫，清理门户。父皇，您老了，这江山该让位了，快写下退位诏书，儿臣还能保您颐养天年。你这个逆子，朕就算死也不会把江山交给一个谋逆弑父的畜生。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父皇执迷不悟，那就别怪儿臣。报！启禀太子殿下，宫门失守，九王爷带着镇南侯大军杀进来了。什么？朱雀门不是已经封死了吗？萧玄镜怎么可能这么快破城？萧成，你的死期到了！萧玄镜，你这乱臣贼子，竟敢带兵逼宫！乱臣贼子是你，这里面是你勾结北漠出卖军情，陷害忠良的所有书信证据，还有证人何言在此。罪驾何言？叩见陛下。5年前韩川之战，10万大军绝非死于战阵，而是死于太子的断粮算计。太子暗扣粮草，甚至将我军布阵图出卖给北漠。若非九王爷拼死突围，边关早已失守。求陛下为枉死的将士做主啊！你这逃兵，竟敢在父皇面前信口雌黄！太子通敌，皇后更是做贼心虚。这是沈云柔让丫鬟红玉送出的亲笔供书，供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皇后为了隐藏着紫檀密匣中东宫通敌的铁证，不仅毒杀我母亲，还多次派人去相府搜寻那半枚开锁的钥匙。这对母子，对内毒杀命妇，逼宫弑君，对外勾结敌国，出卖大军，桩桩件件，铁证如山。畜生！你这个畜生啊！传朕旨意，废黜太子萧成，贬为庶人，以通敌谋逆3罪，交宗人府会同3司审理，罪证核定后斩断。皇后勾结东宫，假传口谕，毒害臣妻，废去后位，终生囚于冷宫。沈相纵容济世，侵吞原配嫁妆，治家不严，革职流放。秦氏毒杀沈夫人，交刑部按律论斩。沈云柔冒认救命之恩，假孕欺瞒皇嗣，念其最后交出半枚钥匙，指证皇后，免去死罪，废为庶人，流放边疆。陛下，陛下，快传太医！老九，朕不中用了，这江山暂交给你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救急加重，需静养数月，特令九王爷萧玄进暂摄朝政，封摄政王钦此。臣等领旨，摄政王千岁。娘，您看到了吗？害您的人都得到了报应，秦氏伏法，皇后被废，太子也为北境亡魂偿了命。女儿为您报仇了，前世我为谎言而活，也因仇恨而死。如今旧债已清，可这一世并没有结束。我还有外祖父，还有萧玄进，还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家。父皇伤势已经稳定，朝中也暂时安定。本王向父皇告了1日假，来接王妃回家。
堂堂摄政王亲自来接，不怕百官说你儿女情长？江山是责任，你才是本王拼命活下来的归处。你答应过本王不走，本王也答应过你，这一世一起活着，看恶人遭报应。如今旧账清了，往后的漫长余生，这天下归本王管，而本王只归你沈宁一人。娘，女儿要回家了，以后每年我都和她一起来看你。岳母放心，此后无论朝局风雨，玄烬都会护她、敬她，与她生死不离。宁儿，回家。好，我们回家。